The Ordinary 产品在前几年能那么火，就是因为刷酸。就是这支30%的果酸，这支呢，你看它的这个质地啊，一整个的大火龙果色，滴在皮肤上，你都能觉得这皮肤呲啦呲啦的在燃烧。这款酸一上市呢，就出现了很多博主教你怎么使它，有的呢直接哭上脸，有的呢和在身体乳里面教你去这个关节黑。所以呢，就有好多人纷纷效仿这些博主，就跟着用，然后呢，就出现了一大堆敏感肌。但我绝对不是说刷酸不好，也不是说这个产品不好，而是说错的人在错的时间用到了错的产品。欢迎回到 The Ordinary 产品的全线盘点。今天呢是最后一期，给大家聊聊刷酸以及 The Ordinary 产品线里面的各种酸。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人会用酸，两种人。一种呢是觉得自己的皮肤不够嫩，或者觉得皮肤太粗糙了，还疙疙瘩瘩的。解决这类问题的本质都是去角质。那去角质呢，就可以用酸，尤其是果酸。那还有一种人呢，就是比较爱长痘的这类人，他皮肤可能出油比较多，再加上角质的代谢出现了异常，角质层比较厚，那角质和油混合到一起，就把毛孔给堵上了。那这类人呢，需要干嘛呢？需要疏通毛孔。讲完什么人会用酸，再给大家讲一讲酸为什么能达到这两种目的。先说去角质，其实原理很简单，就是酸有腐蚀性，而我们的角质本质上是角蛋白，酸把角蛋白腐蚀了、溶解了、弄松了，然后它就代谢掉了。你的皮肤呢，就感觉像是被抛光了一样。第二个，疏通毛孔。疏通毛孔用水杨酸，水杨酸有一个性质，就是它油溶性非常好，所以它除了可以去腐蚀角质以外，它还可以溶解油脂。那我刚才也说了，毛孔是被什么堵住的呀？是被你多余分泌出来的油和没用的那些角质混合到一起堵住的。那它既能够溶解油脂，又能够腐蚀角质，这不就把毛孔给疏通了吗？那刚才说了，酸有这两种功能，你肯定心动了，是不是？先别急，我这里还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，就是所有的酸你在使用的时候，它都有风险。酸的家族非常大，从功效非常强但也刺激性非常强的酸，到功效虽然没有那么强，但是非常温和，甚至可以修护的酸都有。那如果你没有根据自己的肤质和皮肤状态选取对应的酸来用的话，你就很容易过敏、翻车，甚至屏障受损。这也就是刚才说那款30%的果酸，有很多人跟着效仿，跟着去刷之后，为什么他们变成了敏感肌？因为他们是不适合这款酸或者不适合这个浓度的人。那究竟应该怎么选才能叫选对了呢？我们先说想去角质的这类人，去角质呢，咱们可以用甘醇酸、杏仁酸、乳酸、乳糖酸。那这4种酸它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酸的定义和分类是什么。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酸，它都不是广义的化学范围内的酸，因为像什么盐酸、硫酸它也是酸，这个肯定不能往脸上用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讨论的酸呢，都是羟基酸的范畴，也就是说它在化学式里面既存在羧基又存在羟基，这两种基团同时存在的时候叫羟基酸。为什么一定要提到这个羟基呢？因为这个羟基其实决定了这款酸它适合什么肤质，它适合什么样的皮肤状态。如果你的羟基少，比如说单羟基酸，你像甘醇酸就是典型的单羟基酸，分子式非常简单，酸性非常强。那像这一类的酸呢，它整体的这个刺激性会比较强，剥夺角质的能力也比较强，所以它更适合油性的城墙类的健康皮。那像杏仁酸、乳酸这类的酸呢，虽然它也是单羟基酸，但是它的化学式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基团，这就让它有很好的保湿性，它在使用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刺激，它就更适合那些不那么城墙或者不那么油的肤质。那刚才说到的最后一种乳糖酸，它是多羟基酸，它有一堆羟基。那这么多羟基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它保湿性非常好，甚至呢还有修护的作用。所以乳糖酸它就适合敏感肌去用。那我们介绍完这些酸它适合的肤质之后呢，那 The Ordinary 的产品线其实也为这个不同的需求搭配了不同的产品。
比如说甘醇酸的话 ，The Ordinary 呢有一款7%的单纯的甘醇酸的这样的配方，7%呢其实对于使用甘醇酸来说是一个比较适中的比例，它不会像30%那么高，但是呢也有很好的去角质的效果。那如果你是油皮，而且相对皮肤比较健康，不是敏感肌的话呢，你可以用这个7%的甘醇酸来做日常的一个去角质的动作。The Ordinary 呢还有一支10%的杏仁酸，这款杏仁酸呢非常适合油皮来去角质使用。那这个浓度和这个杏仁酸的特性呢，决定了它呢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给油皮来去闭口。这个呢是5%的乳酸。那刚才咱们也说了，乳酸呢它因为有一些亲水的基团，所以它相对适合干皮来使用。那这个浓度和乳酸的特性加起来呢，让这款产品还非常适合给干皮去闭口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想去闭口，油皮用这支10%的杏仁酸，干皮用这支5%的乳酸。咱们回过头来说一说开头提到的这支酸，它是30%的果酸。那果酸呢是一个大类的名称啊，它具体到成分表里，它用的是哪种酸呢？用的是甘醇酸、酒石酸和柠檬酸啊，这仨都是单羟基酸。那刚才说过了，甘醇酸它是一类功能非常强、剥脱角质的能力非常厉害，但是刺激性也比较强的一类酸，而它里面加的最多的就是甘醇酸。虽然它没有提到具体的比例，但是我目测啊，凭它这个在配方表第1位这个目测，它估计至少在25%以上。那这么高比例的甘醇酸，它能去角质的这个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能拿它去关节黑这件事儿。但为什么有些人在效仿博主使用之后会翻车呢？就是因为他自己可能本身是个干皮，或者本身是个敏感肌。那我们选这一款这么高浓度的、刺激性这么强的甘醇酸，那肯定就翻车了。那其实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，这款酸既然这么刺激，它还有适合人群，为什么它在盒子上，在它的宣传页上没有任何提示呢？这呢就让我不得不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知识点，就是我们东亚人和欧美人，他的皮肤结构上其实有很大的差异。欧美人呢角质层厚，那我们东亚人呢，他角质层薄。所以呢，你想想，果酸干什么的？去角质的呀。它角质层厚，所以它多去点，它没事儿啊。咱们角质层薄，咱们去多了一点儿，咱们就敏感了。说完去角质呢，我们再来说说想要疏通毛孔怎么选酸。其实很简单，你就认准水杨酸去选就可以了。水杨酸为什么能疏通毛孔？刚才咱们说了，这个毛孔它是因为你分泌的油脂霍霍上你多余的角质把它堵上的。那这个水杨酸呢，它既能去腐蚀这个角质，它又能去溶解油脂，所以说你堵上这个东西，哎，就都被它给泡软了，给吃了，毛孔自然也就打开了。水杨酸也有一定的使用风险，但是呢，只存在于高浓度的水杨酸上，所以只要你去注意你的水杨酸使用浓度，你就能很好的规避它的这个风险。在这里呢，要稍微提示一下，因为水杨酸它呢是阿司匹林的原型，所以它其实具有一定的镇痛消炎的这种的效果。那我们在使用人群上一定要注意一点，就是13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不能使用水杨酸的。那对于水杨酸的使用浓度怎么看呢？如果你是刚刚开始用水杨酸，我建议你呢尽量去用1%以下的浓度。比如说 The Ordinary 产品线里面就有一支像这个，虽然它是给身体用的，但是你用在脸上也没有问题。它是0.5%的水杨酸，那用作入门就非常合适了。那这支身体用的这个水杨酸精华呢，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用途，就是很多人其实他后背啊会长痘，直接几十块入一支这么大的身体精华，哗哗往后面去一甩，哎，一抹就能去疏通你后背的这些被堵上的毛孔，和让你的这个后背痘呢渐渐的可以下去。那另一支呢就是比较高浓度的水杨酸，它是2%的水杨酸。对于中国大陆来说，2%是助流行产品的使用上限。注意啊，是上限。就是说我们最高不能超过这个浓度，如果超过了这个浓度，它对皮肤的刺激性风险就相对比较高了。所以呢，当你用低浓度的水杨酸没有问题，非常耐受，而且觉得不够，你痘痘的情况比较严重的时候，或者皮肤特别油的时候，你再去选这个2%的这支水杨酸去使用。那如果你说你用过酸，不管什么类型的酸你用了都翻车怎么办？那 The Ordinary 呢，它还给了你一个解决方案，就是无酸焕肤牛奶水。
那这个牛奶水它的这个原料呢，其实有点类似于 Pitera。Pitera 呢，咱们知道是 SK2 神仙水里面的主打成分，它呢跟它异曲同工，都是由这个乳酸菌然后发酵得来的一个发酵物。那这个发酵物呢，因为它里面会有大量的氨基酸，然后还有一些小分子酸，它会呈现出一种弱酸性的，接近于皮肤 pH 值的这个状态。但是呢，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在保湿和滋养的同时，来松动你的角质，给你的皮肤跑光，起到跟酸近似的去角质的效果。那这款牛奶水呢，不管你是城墙皮还是敏感肌，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，你都能用。OK， 说到这儿呢，今天我们关于酸的盘点就都说完了。那到这期为止 ，The Ordinary 的全线盘点就到这儿结束了。虽然 The Ordinary 的产品不止这些，它还有什么洗发水、洗面奶、睫毛增长液、头皮精华，还有唇膏等等非常多的品类。但是这些品类呢，产品呢相对比较少，不成体系，所以我们呢放到后面的专题专项去进行讲解。那如果你还有别的特别想听的品牌的全线点评的话，欢迎到评论区去投稿。我都会把它们记下来，然后呢，后面一一给大家去呈现。喜欢听科普的，喜欢看测评的，欢迎点赞、订阅，一键3连。